Peter 按下电梯后，却惊讶地发现身后传来了剧烈的声响。只见房间内劫匪拿着真理准备抢劫，将对方暴揍一顿后，便夺门而出准备跑路。而明明可以制服劫匪的 Peter 却不顾老板的呼救，转身放走了劫匪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这一举动却让他后悔终身。此时老板也埋怨起了 Peter。I missed the part where that's my problem. 老板也是无奈离开，而 Peter 却表现得一脸得意。原来就在10分钟前 ，Peter 刚刚报名参加了地下摔跤比赛，获胜便可获得3000美元。相比较台上肌肉健硕、未尝一败的巨无霸，眼前这个既瘦弱又奇装异服的蜘蛛人却显得格格不入。观众纷纷投来嘘声，甚至还扔来各种嘲讽道具。而他们不会想到，待会蜘蛛人只用30秒就解决了巨无霸。只见擂台上缓缓降下铁笼，而巨无霸早已经蠢蠢欲动，甚至还想好好玩玩眼前的蜘蛛小丑。而当他扑向 Peter 时 ，Peter 一个纵跳躲开，巨无霸撞翻在地。随后巨无霸再次发起攻击 ，Peter 一个翻身躲过，接着又利用蛛丝再次躲过飞扑。恼羞成怒的巨无霸操起板凳 ，Peter 一不留神便被打翻在地。而就当巨无霸想要解决战斗时 ，Peter 不再留手。就这样 ，Peter 完美胜出，全场爆发出蜘蛛侠的呼喊声。原以为自己能够获得3000美元，而拳馆老板却只给了 Peter 100美元，理由居然是原本3分钟的比赛却只用了30秒。看透奸商嘴脸的 Peter 也只能悻悻离开，而离开的同时，正好与劫匪擦肩而过。原以为刚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是给自己出了一口气，但一声警笛将他的目光投向了前方的人群。而当他挤进人群时，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是自己的叔叔。而就在早上，叔叔刚刚教导 Peter。然而此时的 Peter 并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Something's different. I'll figure it out. Stop lecturing me, please. I don't mean to lecture and I don't mean to preach. And I know I'm not your father. Then stop pretending to be. 这冲动的一句话也让 Peter 后悔终身。面对即将离去的叔叔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可能某些事情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的成长。随着叔叔最后的道别，在泪水中死在了 Peter 的眼前。而此时的 Peter 并不知道凶手是谁。悲愤交加的 Peter 决心为叔叔报仇。只见 Peter 望着前方驾车逃跑的劫匪，在一番追逐下，终于将劫匪逼停。劫匪进入厂房后准备逃跑，而 Peter 从后方出现。此时的 Peter 发泄着心中的愤怒，而当 Peter 将劫匪架起时，灯光正好扫在他的脸上，而 Peter 认出了眼前的劫匪，居然是此前自己放走的那个人。Peter 不敢置信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如果当时阻止劫匪，自己的叔叔也不会因此而死。而就当劫匪举枪之时 ，Peter 愤怒至极。看着自食恶果的劫匪 ，Peter 也只有无尽的悔恨。转眼间便到了毕业时刻，回到家中的 Peter 回想起自己叔叔，依然悔恨不已。但在梅姨的开导下，回想起叔叔教导自己的话。此时的 Peter 也终于懂得叔叔所说的话。从此，惩奸除恶的蜘蛛侠横空出世，城市中有犯罪的地方，就有蜘蛛侠的身影，而人们对他的描述却千奇百怪。一时间，各大报纸头条都是蜘蛛侠的报道。即使蜘蛛侠有效遏制了城市的犯罪率，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。尤其眼前的报社老板，为了制造更有噱头的话题头条，便发布悬赏征集蜘蛛侠的高清照片。而正在寻找工作的 Peter 发现了这一商机，于是 Peter 便在抓捕罪犯时提前架好摄像机，心想着能够好好赚笔稿费。而报社老板看到如此高清的照片时，原本价值连城的照片被说得一文不值，得亏 Peter 刚初出茅庐，要是换作恶霸马圭尔，势必要翻倍加价。报社老板的压价技术值得各位老板学习学习。而就当一切朝着好的方向走时，蜘蛛侠的第一位 BOSS 即将亮相。